4年内杀了6个人，并用硫酸把尸体全部溶解。他的蜡像被树立在杜莎夫人蜡像馆的恐怖室，案件的物证至今仍在英国罪犯博物馆中展出。他就是伦敦溶尸狂徒约翰·乔治·黑格。黑格1909年7月出生在英国林肯郡的斯坦福德。他的家庭有着浓厚的宗教氛围，他们全家都是保守基督教的成员，看书只能看宗教方面的书籍，从小家教非常严厉。黑格是一个孤独的男孩，父母不让他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，他没有朋友，在学校里也总是被边缘化。黑格的整个童年生活基本都在10米高墙的花园中度过。他在教会的唱诗班和演讲中学会了乐器，也练就了一副超凡的口才。长大之后，黑格就读于伊丽莎白女王学院。他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，课余时间他会像父亲一样喜欢电气工程相关的事物，并且一边读书一边做这个类型的兼职。17岁时，他离开学校，成为了一名广告推销员。然而好景不长，他的犯罪倾向开始逐渐表现出来。21岁时，他因为盗窃公司资金被解雇。1934年，24岁的黑格和一名叫贝蒂的女子结婚。但是他偷鸡摸狗的秉性仍然没改，在他又一次因为欺诈罪而入狱的时候，妻子和他离婚了，他们的女儿也被送到了别的家庭抚养。这段婚姻仅维持了不到1年的时间。在这个时候，黑格保守的家族不能容忍他的行为，从此和他断绝了关系。在家乡待不下去的黑格1936年来到了伦敦，并且认识了第一位受害者，他的老板威廉·麦克斯旺。威廉是一名游乐场的老板，也是一名富二代，家境非常富裕。黑格在他的手下主要任职司机和秘书的工作，可以说非常受器重。不仅因为黑格能言善辩、聪明能干，更重要的是，在他的建议下，威廉的好几单生意都大赚了一笔。他们除了是雇佣关系外，还是很好的朋友。可是没过多久，黑格再次因为欺诈罪被判入狱4年。就这样，他和威廉分开了。在狱中，黑格不仅没有痛改前非，他还想到了一个他认为既可以敛财又不会让人发现的生财之道，就是先谋财再害命，最后溶尸。他在狱中甚至还做过试验，用硫酸来溶解老鼠的尸体。由于那个年代比较混乱，所以拿到硫酸也不是那么困难。当时他认为，如果找不到尸体，就意味着不能定他的谋杀罪。1944年，二战接近尾声，黑格呢也出狱了。他在伦敦一家公司当会计，但是嗜赌如命和花钱大手大脚的他可以说是入不敷出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在酒吧撞见了以前的老板威廉。威廉看到老朋友自然十分高兴，两个人又成为了很好的朋友。由于黑格头脑活络，又帮威廉赚过钱，所以威廉很希望黑格能继续给他赚钱的建议，或者大家一起合作。为了说服父母给自己钱做生意，威廉把黑格介绍给了自己的父母唐纳德和艾美，也是本案的第2名和第3名受害者。黑格很擅长讨人欢心，相处没多长时间，威廉的父母就对他非常认可。但此刻的黑格已经开始嫉妒他们的生活方式。他在伦敦租了一套带地下室的公寓，用来实施他的计划，这也将成为他以后的作案场所。1944年9月6日，黑格找了个借口把威廉约到他的公寓，并且把他骗到了地下室。他趁威廉不备，用铁锹猛击威廉的头部，将其活活砸死，并且用硫酸溶解了他的尸体，最后将尸体溶液倒入了下水道。之后他伪造签名和文书，吞并了威廉的所有财产，并且住进了威廉的豪宅。当威廉的父母问他威廉去了哪里，他谎称威廉为了逃避兵役，所以逃跑了。时间来到1945年，二战结束了。威廉的父母看儿子还没有回来，便起了疑心。黑格眼看事情瞒不住了，就谎称威廉回来了，但是因为逃避兵役的事情，所以必须要保持低调，只能约他们在黑格的公寓中见面。两位老人毫无防备，到达黑格的公寓后，被他以相同的手法残忍杀害，尸体被溶解后，同样倒入了下水道。在杀害了他们一家3口后，黑格又以伪造签名的方式盗取了他们的养老支票8000英镑，相当于现在的25万英镑，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了。有了这笔钱以后，他搬进了一家高档酒店，但是原来的公寓被他保留了下来，他仍然继续交租。他在酒店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，成天花天酒地，肆意挥霍。
由于他非常好赌，很快就把骗来的钱花光了。为了维持这种奢靡的生活，1947年他又盯上了第4名、第5名受害者阿尔奇德和他的妻子罗莎莉。黑格以购买房产为由接近他们，虽然他最后没有购买房子，但并不妨碍他们3人成为很好的朋友。5个月后，黑格偷了朋友的一支左轮手枪，开始实施他的计划。他以看自己新发明的机器为由，把阿尔奇德骗到公寓后，用左轮手枪将其杀害。当天晚上，黑格又对他老婆说，阿尔奇德突发心脏病，你赶快去看一下。罗莎莉被骗到公寓后，被黑格以同样的方法杀害，两人的尸体被溶解后，同样倒入了下水道。这次他也是在这对夫妇身上拿到了8000英镑的财产，可是这些钱也仅够黑格挥霍1年的时间。后来他认识了本案的最后一名受害者，69岁的寡妇奥利弗，她同样也是非常的富有。黑格以追求为名接近对方，他称自己是一名成功的工程师，很快就赢得了对方的信任。这一次黑格说自己研究出了新款的指甲油，把奥利弗骗到了地下室，用手枪将其爆头杀害并且溶尸。不过这次黑格没有那么走运。2天后，奥利弗的好友报警说朋友失踪了。失踪前他曾告诉过自己要去黑格家里做客。警方立刻对黑格展开调查，很快就发现了他劣迹斑斑的犯罪记录。调查人员立刻前往他的公寓进行搜查，发现黑格的公文包里有一张出售奥利弗羊皮外套的收据，另外还找到了亨德森夫妇和麦克斯旺夫妇的文件。更确凿的证据是装着硫酸的大桶里发现了28磅人体脂肪，还有部分人脚、胆结石以及假牙。黑格随即被捕，他很快就供认了自己杀人的过程。他供认自己一共杀害了9人，但因为证据不足，实际上只能以杀害6人提出检控。被捕后，他开始装疯卖傻，并表示自己从小就精神失常，杀人是为了喝血，喝血能让他得到神奇的力量，所以一些伦敦小报又给他起了吸血鬼杀手的称号。当然，陪审团和法官不会卖他的账。在33个证人和他自己的证词以及大量的物证面前，即使已经找不到尸体，黑格仍然被定罪。陪审团不到15分钟就裁定了黑格罪名成立。他于1949年8月10日被处以绞刑。处决前，他将自己的衣服遗赠给杜莎夫人蜡像馆的恐怖室。蜡像所穿的衣服就是黑格本人的衣服。恐怖室是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一个单独的房间。它成立于1802年，主要展出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和臭名昭著的历史人物蜡像。2016年的时候，该展示被关闭，但在去年的10月份，该展示又重新开放。后来这起案件的物证被存放在英国罪犯博物馆。该博物馆成立于1874年，里面收录了10多起案件的物证，但该博物馆不对公众开放，主要面向该国的警察和从事法律相关的人员预约访问。